7月4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表声明称，尼米兹号和里根号双航母战斗群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作战地区进行一些战术演练，最大限度提高防空能力，延长航母舰载飞机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2艘航母上的飞机在防空和攻击演练中模拟敌方攻击，对战斗群探测、拦截以及接触威胁目标的能力进行检验。声明称，2个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演练，令作战指挥官有机会体验只有美国海军才能驾驭的高度作战灵活性和作战能力。声明还提到，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海军唯一的前沿部署打击群，是美国最显著的决心象征。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联队以及水面舰艇的配合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机动的作战力量，对美国和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共同防御协定提供支持。他还表示，美方致力于区域安全与稳定，但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派出如此规模的海上力量，显然是一种霸权主义行径。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应有大约50架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5架 E-2D 鹰眼预警机，5架 EA-18 级咆哮者电子战机，以及11架 MH-60R 和 MH-60S 直升机。当航母出动时，无疑是会连续出击。按照1至2小时为周期来算，每个周期都能出动至少15架舰载机，每架携带的精确制导武器能够打击2至3个目标，因此一个波次最多能够完成45次打击行动。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曾针对卡尔文森号航母的高峰出动演练总结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卡尔文森号仅4天就出动了975架次的固定翼舰载机，其中771个对地攻击架次就投掷了1336颗训练弹。当时舰载机日均出动频率高达239架次。如果遭遇战事，在开战前4天可用高峰出击，每天出击频率为250架次。后3天为低频次出击，每天出动150架次。也就是说，仅一艘尼米兹级航母1周内就能出动1450架次舰载机，攻击2320至3480个目标。要是2艘航母1周内最多就能够打击近7000个目标。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算法，但也可以看出美国双航母的威慑能力不容小觑。美国不仅派出双航母到南海搅局，还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据海南海事局6月27号发布的航行警告，人民海军7月1号至5号在西沙群岛海域内进行军事训练，而美国国防部却发表声明称，对中国军队在西沙群岛海域进行军事训练表示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号言辞回应：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方在西沙海域开展军事训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无可非议。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向好发展。在此形势下，美国蓄意派重兵在南海有关海域进行大规模军演，炫耀武力，完全是别有用心。值得指出的是，这已经是美国海军近半个月内在亚太地区进行的第3次双航母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发表的声明称，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于6月28号在菲律宾海开始双航母综合演练，展示大规模作战能力。6月21号，尼米兹号又与结束新冠病毒隔离、刚刚复出的罗斯福号航母在该海域举行了演习，演练了防空、海上监视、海上补给、空中防御、远程打击等科目。随后，罗斯福号发生舰载机坠机事故，结束在亚太的部署，驶回圣迭戈姆港。事实上，虽然美国海军同时在印太地区部署2艘或更多航母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它们通常是各自独立运作，双航母演习并不常见。按照美国第7舰队发言人乔基利的说法，7月4号的双航母演习是2001年以来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进行的第7次同类行动。